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刚结束，紧接着又要准备跨年、春节等等一连串的假期，你是觉得期待还是觉得好烦好烦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节庆忧郁吧。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12月一到，各大卖场、公共场所都开始摆出圣诞树跟装饰，很多人也开始期待圣诞节以及一连串新年假期的到来。但其实也有些人每年一看到各种大红色的布置就开始头痛，心情反而比平常更糟。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热闹的过节气氛不应该是会让所有人都觉得很欢乐吗？所谓的节庆忧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圣诞跨年是一整年中最浪漫的期间，不少人会有亲密的约会，更可能有进一步的晚间运动行程。如果你希望能跟对象愉快的互动，就让图文不符上课咯，与义务梗塞的大人的床上家教班为你做好暖身准备。假如你想让伴侣感受更舒服，课程会教你从轻抚、触碰、按摩，探索他什么地方有感觉。那如果是希望自己有好表现，还有手口并用的专业技巧，两人多种走位的姿势解析，还想要体验新刺激的话呢，也可以试试大人的后花园欢愉课，认识身体与专业亲密知识，能够为两人的夜晚带来更多的乐趣。现在只要透过12月限定折扣码购买，最高可省2660元。有兴趣就上 Press Play 搜寻课程吧。虽然圣诞节已经过了，但为了方便说明，我们这边还是姑且用圣诞节来举例。有些人之所以不喜欢圣诞节的原因，可能很简单，就是因为圣诞节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实际的困扰跟麻烦。像是我们都知道，每年的12月就是很多板桥人的噩梦，尤其对于很多住在欢乐耶诞城附近的人们来说，每天拥挤的人潮都会让他出门不方便。那如果对别人约会比较敏感的呢，还要持续的被放闪1个多月。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圣诞节通常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例如交换礼物，往往都是花了钱又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如果一概不参加这一类的活动呢，又怕被身边的同学同事觉得自己不合群。有伴侣的人呢，甚至还会要有准备惊喜的压力，否则呢，可能很难好好的过完这一年。另外有些人则是因为进入冬季常见的季节性忧郁症，所以在接近圣诞节的期间变得特别的低落。而且从圣诞节到跨年、春节这段时间，一连串好多需要社交聚会的机会，对不喜欢社交跟热闹的人来说，简直是疲劳轰炸。更可怕的是，刚刚说到那些会让人产生压力的原因，如果都在同一时间发生，很可能就会让人产生所谓的节庆忧郁这样子的心理症状。节庆忧郁顾名思义就是每到某个节日，心情就开始有忧郁的状况，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症状，像是精神变得很差，很容易疲累，而且做很多的事情都无法集中注意力。对于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像是出门买菜、打扫，都觉得提不起劲，什么事都变得很困难，心情也会变得很低落，就算做自己平常喜欢做的事情，也不再觉得开心。简单来说，就是类似于忧郁症的状况。原来过节的压力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这么严重影响到生活吗？对，之所以会这么严重的原因，除了刚刚说的那些比较偏向外在的压力以外呢，有一部分可能也跟当事人自己的心态有关。每个人的个性不同，被压力影响的程度多少也会不一样。以过节日的这个压力来说，有一些心理状态会特别容易让自己陷入节庆忧郁的危机当中，像是从众心态。常常会从众的人呢，可能内心会很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即使自己不一定喜欢，也会觉得大家干嘛他就应该要干嘛，这样比较安全。但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人有的时候会因此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而另外，在现在社群媒体这么发达的时代，常常滑 IG 滑 FB， 看到周围的人 po 各种参加活动去玩的照片，有的时候很难不陷入一种比较心态当中。但是往往社群上面所呈现出来的都是别人生活当中最精彩、最好看的一面。所以比较的结果通常都会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怎么那么的无趣，那么的失败。除了从众跟比较心态容易让人陷入节庆忧郁以外，对于节庆太过期待的人，也可能因此种下失望种子而感到情绪低落。除了跟别人比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对于节日的期待太多也会很有杀伤力，毕竟期待越大，失望可能也越容易更大。假设已经预先设下了过节就是应该很开心很特别的期待，但却意外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或者节日当天过得很平凡，这种伴随的失望感往往比没有期待来得更重。
比如说，有些情侣可能期待圣诞节应该要很盛大，但另外一半表现呢却跟他预期的有落差，那两人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摩擦。而另外，有的时候就算我们真的没有比较期待，但是心里面呢却还是会难免隐隐觉得好像有点失落，好像有点孤单。会有这样状况的人有可能是因为之前曾经有过很美好的回忆，但那些回忆中的人现在已经不在身边了。那种已经无法重温的点滴，到了容易创造回忆的节庆期间，这种一来一往的对比，很容易会让人感觉特别的孤独跟特别的失落。那么这些伴随着节庆出现的负面情绪，有办法随着时间过去就自己好起来吗？好消息是，通常节日一过，相关的压力源消失，节庆忧郁的症状也会自然的慢慢舒缓。但还是必须要小心的是，一个人如果会在节日有比较心态，或是常常会从众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他在其他地方也很有可能会有类似的状况。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过节时的忧郁主要是来自于他面对节日的心态，那么即使这个单一的压力源消失了，还是可能会有其他类似的事情会影响他的心理状况。另外，也有可能一开始只是节庆忧郁，但后来慢慢演变成真正的忧郁症，更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生活，甚至出现绝望、自伤的想法或行为。所以，就算一开始呢只是小事件引起的忧郁，一般也会建议不要完全的轻忽，不要完全的放着不管。不过，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类似的征兆，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忧郁吗？刚刚提到，面对节日的心态真的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容易羡慕别人，有比较心态的，可以尽量选择在过节的时候安排一些行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避免自己一直挂在社群上面注意别人在干嘛。同时，大家也可以换个方式跟自己对话，比如说，自己真的有必要在某个节日就一定要干嘛吗？圣诞节就一定要吃大餐吗？一定要交换礼物吗？有没有其他可以让自己觉得更快乐的过法呢？如果不是信仰或是特别原因要遵循某个节日的习俗，其实偶尔也可以试着建立属于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用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过节。如此一来，也许也更有办法对那些自己其实没有那么想去的活动邀请，勇敢的说不。而另外，为了让过节之后可以更顺利的切换回日常的作息有专家呢也会建议，可以尽量的保留一段空白的时间，让自己有机会从玩乐慢慢的复原到正常模式。换句话说呢，就是给自己预留一点可以收心的弹性时间了。因为如果用力玩到最后一刻隔天马上呢要早起去上课或者上班，不但可能体力会吃不消，心情上面也可能因为不想要面对现实而进入假期后忧郁的状态，影响到接下来的生活。相对来说，如果本来就是用平常心进入过节的欢乐气氛，之后再用平常心回到正常的生活，通常会比较有机会可以减少连续快速转换而产生的痛苦。相较于各种严重的创伤所引发的忧郁症，因为快乐的节庆而出现的忧郁情绪，乍听之下好像没有什么，但有的时候那些非常严重的或相对慢性的心理疾病，往往就是由各个小地方慢慢累积而来的。尤其在过节的欢乐气氛当中，为了避免扫兴或是显得跟别人格格不入，我们更容易会去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但就正是这样子的压抑，更容易引发日后长期的问题。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节庆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可以获得一些难得的假期，可以陪陪自己最在乎的家人或是朋友，可以为自己多多充电。所以现在我也开始练习多多把时间留给自己，并不一定呢都要把时间给塞满，适度的拒绝邀约，对自己不一定会造成损失，甚至通常都会更加的快乐。但我知道这个说起来很简单，要达成却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我自己的方法别人也不一定适用。毕竟对于每个人来说，节日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为了避免节庆忧郁，后续的心态要怎么调整，或许也都有不同的方向。所以最后呢，就想要来邀请大家一起分享，你喜欢过节吗？你有什么可以避免节庆忧郁的妙招吗？我超不喜欢常常感觉到节庆忧郁所以尽量呢都用平常心看待。比忧喜参半虽然喜欢放假，但常常不知道怎么处理节庆忧郁的状况。所以超喜欢可以放假就是爽，而且我通常不会感觉到有什么犹豫。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节庆忧郁。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放假耍废为何会有罪恶感，以及看待负面情绪的方法。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